快把你手里的白龙大事件扔了吧！试试这把永远不会坏、刀刀暴击的 MS 级大事件吧！封魔后，它最高能打出388点伤害，无论是人马还是加农，通通都能秒。可以说，在这把 MS 级面前，白龙大事件就是一个垃圾，一无是处。因此，永别了白龙大事件 ，MS 级真香！大家好，我是小马。关于新版本 MSG 的方法，我已经发了很多个了。那今天呢，我还要再发一个。那这个呢，也是我认为相对适合新手且步骤较为简单的方法了，并且呢，全流程不会用到米涅鲁和莱克。对于没有拿到米涅鲁玩家，或者是不擅长使用米涅鲁纠缠的玩家来说，那这个方法呢，一定是适合你的。由于我发了很多个 MSG 的视频，那这里呢，我也简单做一下介绍和推荐。那不然很多第一次看我视频的玩家呢，不清楚自己到底要看哪个视频。OK， 那如果你是老手、老司机啊，你是一个主播，或者是你是一个给人代打的商家，反正就是那种怎么快怎么来的人，那么这个米涅鲁的方法呢，一定是最适合你的。毫无疑问，这个是目前最快速、最稳定、步骤最少且不用跑图的方法。那如果是你是一个小白，是一个新手玩家，搞不来米涅鲁纠缠那种玩意儿，那可以参考我前几天发的这个视频，或者是就参考今天本视频的流程。那这两个呢，是我个人认为相对比较简单、比较好理解的。那不同之处呢，就是今天的这个视频可能更适合那些没有拿到米涅鲁的人，因为今天这个视频完全不会用到米涅鲁。那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探索的玩家，拿不拿得到无所谓，那这3个视频一定是最适合你的，非常适合拿来测试、探索和研究。那如果你是一个 1.12 版本的玩家，那很抱歉，你只有这一个视频可以看。OK， 回归正题，接下来我就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全新的流程。第一部分，准备动作。1. 标注位置，我们来到地图的0000-0085这个坐标，我们标注一下。地图的同个位置呢，我们也一样标注一下。接下来我们需要在地图的同个坐标放置一下传送标记器。然后我们放置一个传送标记器。2. 我们把盾牌填满背包，然后我们来到阿卡莱城堡遗迹这里。那大概是这个平台这里，我们手动保存一下存档。3. 学习语料储存。许多玩家应该知道啊，该平台的墙边呢是一个剔除区。那剔除区就是当我们在墙边放置一个物品之后，只要离开该区域，物品呢就会隐藏。今天的大部分操作呢都是利用这个特点来实现的。这里大家也必须要先掌握一下语料储存。有红手柄的玩家呢可以不用学。语料储存这个 bug 虽然很常用，但是考虑到该视频是面向新玩家、小白玩家的，所以这里呢我会从0开始教大家。首先呢，我们要把语料储存的物品拿过来，可以是装备，也可以是物品。我们把它放进剔除区，也就是靠墙的位置。我们直接切换技能到语料引线。接下来有2个方法来触发语料储存。第一个方法，查看回忆法，我们需要查看跳过一个回忆。然后我们左手疯狂按 ZL， 右手按减号退出，这是为了在退出界面的第一瞬间用盾来语料。成功之后，界面的语料键光标会闪一下，那如此就是成功的。当然，这里你可以用武器来进行语料储存。武器的话就是右手疯狂按 Y， 左手按减退出，成功之后语料键依然会闪一下。当然这里你也可能失败，那失败的话只需要我们靠近剔除区，然后重新摆放位置，重新操作就行了。成功之后呢，也就是这个语料键闪了一下之后呢，如果我们靠近剔除区的话，这个语料会被同步过来。当然我们用不到这个操作，那这个只有靠近剔除区才会语料成功的 bug 就叫做语料储存。今天我们所有的操作都是依赖这个 bug 进行的。接下来我们说第2个方法，也就是 BL 法。这个方法呢，我们可以少看一个回忆，也就是在语料引擎的状态下，我们同时按 BL， 然后立即按 ZL。BL 键和 ZL 键的时间间隔为120毫秒左右。成功之后呢，它一样会闪一下。BL、ZL 的方法呢，需要考验操作，所以呢，新手玩家可以借助红手柄，当然你也可以练习一下。我们直接打开莱士达的应用。
我们找到塞尔达小马，王类 FS 余料储存。此时 M1 编写好的是用武器来余料 ，M2 编写好的是用盾来余料。我们直接应用一下。此时如果是你想要用武器来余料，那就是按 M1； 如果是你想要用盾来余料，那就是按 M2。那么以上就是余料储存的2个方法。本视频为了优化流程呢，采用的是第2个方法，也就是可以借助红手柄的这个方法。当然，如果是你按不出来也没有红手柄，那依然可以使用第1个方法，也就是多查看1个回忆的方法来操作。那么最终目的呢，就是要这个余料键，也就是 ZL 键或者这个 Y 键闪一下，完成余料储存的操作。OK， 确定以上内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从零开始了。这里为了方便演示呢，我们直接读取一开始的手动存档。第2部分，继承武器盾缠杆盾到地底。1，我们用武器余料纠缠1个盾。那怎么余料纠缠呢？我们这里呢需要借助前面学到的余料储存来实现。我们放置1个盾在剔除区，我们调出余料引线。我们先使用武器余料储存一下它，闪了一下之后呢，我们推动摇杆向前，并把技能调到地图上。进入地图之后，我们先进入背包。那这里呢有2种情况，如果这里是有绿色特效的呢，我们就直接切换下装备即可完成余料纠缠。如果是这里没有显示绿色特效呢，我们还需要查看跳过1个回忆。然后呢，我们再切换装备一下，完成余料纠缠。那这次呢，我们是有绿色特效的，我们直接切换装备一下就可以完成余料纠缠了。退出后呢，盾牌会被拉过来，如此就是成功的。当盾牌被拉过来之后，你将发现林克背上是没有显示武器的余料的，但是背包里的武器呢却显示了余料。那如此呢，就说明林克身上的这个武器和地上的这个盾是处于纠缠状态的。林克身上的武器我们称作母装备，地上被拉过来的我们称作子装备。2者的关系一旦建立呢，我们就不要再切换或者是取消装备了，不然呢，这种纠缠的状态会消失。我们把身上的母武器丢掉，然后呢和地上的子盾粘在一起，放在一边备用。2，我们再用武器余料纠缠1个盾。那操作呢与上一步一样，我们快速过一下，我们重新装备好武器，然后放置1个盾到剔除区，调出余料引线，然后我们用武器余料储存一下。我们推动摇杆向前，进入地图。我们先进入背包查看是否有绿色特效，来决定是否要看一下回忆。那这次呢依然是有特效的。那我们直接切换装备一下用于纠缠的武器，成功。我们一样把身上的母武器和地上的子装备呢粘在一起，然后呢放在一边备用。3，我们用盾余料纠缠1个武器。这里为了表示区分呢，我选一个其他的武器。操作呢与前面2个类似，那不同之处就是我们这次是用盾来余料纠缠武器的。那如何操作呢？我们把武器放置到剔除区，然后调出余料引线。这里呢，我们使用盾来余料储存。确定余料键，也就是 ZL 键闪了一下之后呢，我们推动摇杆向前进入地图。我们一样先进入背包查看一下有没有绿色特效。可以看到这次是没有绿色特效的，那我们就需要先查看跳过1个回忆。然后我们再重新装备一下用于纠缠的盾牌，退出成功。我们把身上的母盾和子武器呢也粘在一起，然后放在一边备用。4，冷余料1个操纵杆。冷余料如何操作呢？我们先余料储存1个操纵杆，这里呢你可以选择用盾来余料储存，也可以选择用武器来余料储存。确定余料键闪了一下之后呢，我们推动摇杆向前，并把技能调到地图上。进入地图之后，我们直接丢弃当前装备，并装备另外1个装备，然后呢再取消。退出后操纵杆会被拉过来，如此我们就完成了冷余料。5，获得缠杆。我们捡取地上的装备，然后呢我们把冷余料后的操纵杆放进靠墙的剔除区。然后我们操纵操纵杆，我们切换装备并立即按 B 防止蹲地。成功之后呢，林克的技能会被锁定，如此我们就获得了1个缠杆。我们拿出1个操纵杆操纵一下，解锁一下技能。然后呢，我们把该操纵杆直接并排粘到缠杆上。此时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中间有这个浇水的特效，这个呢等一下是一个参照点。
此时林克的状态就与剔除区的缠杆绑定了。如果是林克离开该区域呢，林克就会隐藏。所以呢，请大家不要随便离开这个区域。如果是你跟我一样不小心走出这个剔除区隐藏掉了，我们只需要反复查看回忆，然后退出回忆后迅速推动摇杆向前回到剔除区就好了。6. 隐形堆叠3件母装备。我们先取消林克身上的武器和盾。我们先用究极手把第一组的母武器和子盾拿过来。然后呢，我们捡取地上的母子装备，此时呢，它们会自动装备上。这里呢，请大家区分一下母子装备啊，这种在背包里显示鱼料的就是母装备，那我们这里呢是母武器。接下来呢，我们需要隐形堆叠的就是这个母武器，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我们拿出一个可以手举的物品，这里以电池举例。我们在林克举起电池的状态下呢，我们进出临界点的时候，林克不会进入长时间的隐藏，而是会闪一下。且林克进出剔除区的时候，背后的操纵杆呢也会跟着消失。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当林克进出临界点的时候，最先隐藏的是操纵杆，紧接着是林克。那我们需要把握一个时机，就是我们需要在操纵杆完全隐藏后，但是林克隐藏前，把技能调到地图上。这里呢，可以以绿色的胶水作为参照物，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当操纵杆隐藏之后，胶水呢还是会有一瞬间的显示的。当然了，你也可以不用参照这个胶水，这个呢就凭个人感觉了。因此，接下来我们需要反复的进出剔除区，并在操纵杆隐藏后，林克隐藏前调出地图。卡好时机之后呢，我们按十字右键丢弃母武器，然后呢再连按十字右键切换另外一个武器，松手后进入地图。此时如果画面的林克是隐藏的，那就是成功的；如果是林克没有隐藏，那就是失败了。我们只能退出，然后呢解除装备，然后呢再捡取地上的装备，使其自动装备上，然后呢我们再捡取电池，重新卡即可。成功之后呢，林克会进入隐藏，那我们直接进入背包，丢弃当前武器，退出。OK， 成功。可以看到，此时林克身上的母武器已经不见了啊，并且呢，林克手上拿着一个空气盾。我们按十字左键丢弃该空气盾，如此呢，该盾就是一个可以跨档继承的盾牌了。我们把该盾牌放在一边备用。接下来我们需要隐形堆叠第二组母装备。我们先取消林克身上的武器和盾，然后呢，我们把第二组母武器和子盾拿过来自动装备上。接下来我们需要隐形堆叠一下该母武器。我们举起电池，进出剔除区，寻找时机。然后呢，我们丢弃母武器，并切换另外一把。林克隐藏成功，我们再丢弃武器，退出。此时呢，林克手上拿着一个空气盾，我们把该空气盾丢下来。那此时呢，这个盾也是一个可以跨档继承的盾了，我们一样把它放在一边备用。接下来我们再隐形堆叠第三个母装备。我们先取消林克身上的武器和盾，然后呢，我们把第三组母盾和子武器拿过来自动装备上。这里注意，这次我们需要隐形堆叠的是母盾。我们举起电池，进出剔除区，寻找时机。然后呢，我们丢弃母盾，并装备另外一个盾。林克隐藏成功，我们再丢弃当前盾，退出。此时呢，我们看到林克手上拿着一个空气武器，我们把该空气武器丢下来。那此时呢，该武器就是一个可以跨档继承的武器了，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备用。7. 继承装备到地底。我们先取消装备林克身上的武器和盾，然后呢，我们先把其中一个盾拿过来，然后我们捡取它，使它自动装备上。然后呢，我们用该盾余料一下地上的缠杆。缠杆就是这个用究极手拿不动的操纵杆，我们这里呢不要余料错了。
们把身上的缠杆盾和地上准备好的武器和盾粘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一起倒转锁定一下。我们这里倒转锁定缠杆盾，这里不要选错了。然后呢，我们读取手动存档。可以看到，此时3件装备都继承过来了。我们先取消装备林克身上的武器和盾，并留出空隙来啊。我们捡取继承过来的武器和盾，使它们自动装备上。这里注意，缠杆盾我们暂时不要管它，我们直接传送到余料建造神庙。我们进来神庙，可以看到此时我们获得了一个自动存档。那我们再进来，我们把身上的武器和盾粘在一起，然后举高高。位置和点位呢，请大家和我保持一致。然后我们先倒转锁定一下盾牌，并读取本神庙的自动存档。然后我们再进来，可以看到2件装备呢都继承过来了。我们再倒转锁定一下武器，然后读取神庙的自动存档。OK， 都没有问题，一切顺利。这里建议大家和我一样，直接返回标题页重新开始，因为我们需要验证一下有没有继承成功。我们一直往前走，打完蝙蝠之后呢，我们会获得一个自动存档。然后呢，我们再往前，拐弯。得到这里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装备被继承过来了。这个地方，如果是你只看到1件装备，或者是2件都没有看到，那大概率上一步你余料建造神庙的位置放的不对。我们只需要读取上一步余料建造神庙的自动存档，然后重新调整武器和盾的位置，并逐个倒转锁定一下它们，然后再读档就可以了。最后呢，我们再读取蝙蝠后面的自动存档，然后过来验证一下有没有成功的继承过来。那确保武器和盾都继承过来之后呢，我们先不要捡取它们。这里呢，我们直接读取一开始的手动存档。我们取消装备盾牌，腾出一个格子来，然后取消缠杆盾的倒转锁定。然后呢，我们捡取缠杆盾，使它自动装备上。我们直接传送到倒转乾坤神庙。我们进来神庙，我们把缠杆盾丢掉，然后把它举起来，大概是第1个台阶的位置。这里的点位和高度呢，请大家和我保持一致。然后呢，我们倒转锁定一下，并读取该神庙自动存档。OK， 成功继承。第3部分 Zago 堆叠盾牌，我们读取一开始的手动存档。为了方便玩家选择，这里会演示2个方法。首先演示的是一个之前视频里没有用到的新方法，也就是没有用到米涅鲁的方法。此时如果是你是跟着我的视频做的，那你应该和我一样，此时你的盾牌是满的。并且呢，这一步会用到单发弓和浮游石，如果是你的条件不满足呢，可以现在去收集一下。我们先用武器冷余料一个操纵杆，我们操纵杆，然后切换武器并按 B 获得缠杆。我们先任意操纵一下其他操纵杆，解锁一下技能。然后我们把缠杆移交到武器上，获得缠杆武器。然后我们往这边的这个方向走，
这边下来呢有一个深穴，我们下来。 到深穴洞口之后呢，我们这里飞慢一点。当出现深穴位置提示的时候呢，我们使用单发弓射一个浮游石，然后我们让林克踩上去。这里呢，我们可以让林克靠边一点，然后呢，我们把技能调到地图上，我们按十字右键丢弃长杆武器并装备另外一个。 然后再按十字左键丢弃当前盾，并装备另外一个盾。松手后进入地图，然后退出，林克会隐藏。如果是你和我一样，林克没有隐藏，那说明我们的高度还是太高了。我们可以先取消装备武器，然后捡取长杆武器和盾，使长杆武器自动装备上。然后呢，我们再往下面一点设一个浮游石，然后重新操作。那当然这个地方也不要太低了哈，具体的高度呢，请大家和视频里边保持差不多就行了。 然后我们继续操作，调出地图，丢弃长杆武器并切换，然后丢弃要对叠的盾并切换，然后松手后进入地图，退出。此时林克会进入长时间的隐藏，并且呢左下角会进入加载，我们等这个加载结束。我们先按十字右键切换一个武器，然后再按十字右键丢弃当前武器。 此时会显示掉落的是长杆武器，并且呢解除隐藏。这里的长杆武器我们可以不用捡取，因为我们已经用不到它了。我们拿出一个火箭来，由于此时林克的十字键会被锁定，所以呢我们需要进入背包手动拿。我们往上边飞，接下来我们需要去上面的一个怪物营地抢一个盾牌。 抢不过的玩家呢，可以跟我一样戴上懦夫面具。然后我们往这边飞。拿到盾之后，此时的你应该和我一样是满盾状态。然后呢，我们再往这边飞。这里呢有一个盾宝箱，我们把盾宝箱拿出来，放在靠墙的位置，留出一个可以站人的缝隙。我们让林克背对墙壁，打开宝箱。此时呢会提示盾满，我们选择丢弃当前装备中的盾。提示无法放置此处就是成功的。可以看到呢，此时盾牌已经堆叠了。 然后我们再读取一开始的手动存档，可以看到此时林克身上被粘了一个盾，那如此就是成功的。这里我再提供第二个方法，以方便有米粒的玩家操作。这里我先取消一下堆叠，我们需要先获得一个长杆。 我们把长杆移绕到武器上，然后我们使用米叶弩纠缠一个盾，也就是我们放置一个装备中的盾在地上，然后调出移绕引线，然后我们先后按 Y 和十字左键 ，Y 和十字左键的时间间隔为0.1秒。成功之后呢，盾会变成一个小绿点，松手后盾会被拉过来掉在地上。我们捡取米叶弩纠缠的盾，然后此时呢，林克手上拿着一个长杆武器和一个米叶弩纠缠的盾，我们把技能调到地图上。 松手后立即按十字左键丢弃要对敌的盾，然后并装备另外一个盾，然后我们再立即按十字右键丢弃长杆武器，并装备另外一个武器，然后再松手进入地图，林克隐藏。如果是林克没有隐藏，那就是长杆武器失效了，我们需要重新做长杆武器。那么此时林克隐藏了，我们直接丢弃当前盾，退出。
我们操纵一下任意的操纵杆，使得米尼鲁重新刷新。此时可以看到林克的背上有一个盾的模组。那如果是你的没有出现模组呢，那就需要重新米尼鲁纠缠一个盾牌，然后重新堆叠。我们确定林克背上出现盾的模组之后呢，我们骑上米尼鲁，然后移绕一个任意的物品到米尼鲁的背上，然后我们读取手动存档。OK。 堆叠成功，确保成功粘手一个盾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不要再丢弃盾牌了，不然呢这个堆叠的状态就会消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了。第4部分准备存档。1，我们在阿卡莱城堡1这里呢坐会休息一下，获得一个自动存档。为了避免自动存档覆盖呢，我们稍等30秒钟。那这里呢也非常重要啊。30秒过后之后呢，我们进入第2步。2，我们在地底手动存档。这里如果是你地底的蝙蝠的存档还在呢，我们直接读取它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和我一样，地底的存档不存在了，那我们直接返回标题页，从头开始。 打完蝙蝠之后呢，我们继续往前，我们来到楼梯道这里，我们捡取之前继承过来的武器和盾。然后呢，我们手动保存一下。3，读取阿卡尔来的自动存档。我们传送到倒转乾坤神庙。 我们进来神庙获得自动存档。这里如果是你没有获得自动存档呢，我们只需要重新进出一下神庙。OK， 成功获得倒转乾坤的自动存档。那这个自动存档呢是非常重要的，是最后我们用来继承 MSG 的主存档，所以呢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读取回阿卡莱的自动存档，我们准备下一步的操作。第5部分带林克找魔王。 该步骤呢，依然提供2个方法给大家。我先演示方法1，我们使用盾牌余料储存一个操纵杆。余料键闪了一下之后呢，我们推动摇杆向前，然后调出地图，然后呢查看跳过一个回忆。我们再进入背包，取消装备当前装备好的盾，退出。此时操纵杆会被拉过来，我们把这个操纵杆放在一边，倒转锁定一下，然后读取阿卡莱的自动存档。 继承成功，然后呢，我们再使用武器余料纠缠一个操纵杆。这里呢，我们需要拿一个浮游式垫脚，不然呢，等一下操纵杆会沉入地底。我们拿出操纵杆余料储存一下。余料键闪了一下之后呢，我们推动摇杆向前，并把技能调到地图上。然后呢，我们查看跳过一个回忆。 我们再进入背包，重新装备一下该武器。退出，此时操纵杆会被拉过来。我们把浮游石丢在一边。然后呢，我们把操纵杆拿到外面一点，并对准剔除区。然后我们丢弃操纵杆武器，并立即按 A 操作。此时呢，林克会成功遁入地底。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用任何操作，我们等林克穿过山体之后呢，我们直接射几下消耗体力，然后落入水里溺毙掉。然后林克会复活在地面。我们先捡取地上的操纵杆武器。此时的林克呢，技能是被锁定的，我们在旁边操纵一下其他的操纵杆，解锁一下技能。 然后呢，我们使用小火箭把刚刚遁穿的这个操纵杆呢推到剔除区。那么此时呢，我们就需要把前面准备好的倒转锁定继承过来的这个操纵杆运送到一开始我们的目的地那里了。
那然后我们就出发吧。到这边之后呢，我们把操纵杆拆下来，然后我们走到我们的坐标附近，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操纵杆扣下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手持它了。我们手持操纵杆走到0000-0095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接下来的操作了。这里呢，我再演示一下第二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呢，不需要我们跑那么远，但是呢，会用到米涅鲁纠缠，也就是准备好存档，我们回到阿卡莱自动存档之后，我们直接传送到监视堡垒。然后呢，我们出来外边，大概是这个位置啊。我们使用米涅鲁纠缠一个武器，这里注意啊，我们使用的是武器，因为此时林克的盾是对敌状态，我们是不能丢弃盾牌的。成功米涅鲁纠缠之后呢，此时的武器与米涅鲁就处于纠缠状态了。那武器呢会随着米涅鲁的消失而消失。我们放这个操纵杆，然后调出余料引线。然后呢，我们需要在米涅鲁收回的瞬间按 Y 进行余料。成功之后呢，操纵杆会被拉过来。这里如果是你成功的余料到武器上了，那就是失败的。我们还需要重新米涅鲁纠缠武器，然后呢再重新操作。成功之后呢，我们操纵操纵杆，然后呢我们切换武器，并立即按 B 防止遁地。如此呢，我们就获得一个缠杆。我们骑上米涅鲁，然后把该缠杆移绕到米涅鲁的背上。那么此时米涅鲁的显示与隐藏呢，也影响着林克。如此呢，我们也就具备了米涅鲁余料纠缠的条件。我们先用盾余料纠缠一个操纵杆，我们放置操纵杆，调出余料引线，然后我们在米涅鲁消失的瞬间按 ZL 余料。成功之后呢，操纵杆会被拉过来。这里如果是你成功余料到盾上了，那就是失败的。我们只需要删除余料，重新操作即可。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像我这样没有音效，它直接跑过来的，那也是失败的。成功之后呢，我们把操纵杆放在一边备用。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用武器余料纠缠一个操纵杆。成功之后，我们关掉米涅鲁。然后呢，我们用究极手拿起武器余料纠缠的这个操纵杆，粘到盾的那个操纵杆上。然后这里请大家区分好武器纠缠的这个操纵杆，还有盾纠缠的这个操纵杆。这里呢，我们直接用究极手拿着武器的这个操纵杆，带着盾的操纵杆，我们走回了监视堡垒。然后我们把盾的这个操纵杆甩掉，我们把武器的这个操纵杆拿到地下堡垒这边。我们拿出一个浮游石。启动，把它放在洞口的正上方。我们把武器的这个操纵杆放上去，这里不要粘合，我们直接放上去就行。然后呢，我们让林克上去，我们丢弃武器，并立即按 A 操纵。此时呢，林克会盾穿，然后我们立即按 B 取消遁地。OK， 成功落地。我们把飞游石打下来，此时呢，操纵杆也会被带下来。我们捡取武器，然后呢，我们任意操纵一下操纵杆，解锁一下技能。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盾的这个操纵杆运送到我们一开始的目的地去。那这里一样是000-0095这个坐标。OK， 那不论是哪种方法，当我们到达000-0095这个坐标之后呢，我们按十字右键丢弃当前的操纵杆武器。此时林克会隐藏，我们直接传送到一开始放置在地底同坐标的传送标记器。接下来林克会循环溺毙，我们无需任何操作。然后呢，林克会缓慢下沉，我们一样不用任何操作。我们等待林克下落到负132到负134的时候，我们直接读档。OK， 此时的林克已经下降到负133了，那我们直接读取地底的手动存档。
可以看到林克成功来到魔王身边。第6部分，继承 MSG 大事件。此时的林克是锁定的，我们需要按十字左键丢弃堆叠中的盾牌，然后呢捡取盾牌并来回切换一下，解除锁定。此时林克就可以移动了。我们取消装备林克身上的盾，然后呢我们走到继承过的长杆盾这边，我们捡取它，此时呢它会自动装备上。我们面向魔王。我们按住 R 键投掷不松手，然后直接按加进入背包，然后呢，我们丢弃要继承的 MSG 大事件，并装备另一把，然后呢，再丢弃长杆盾并装备另一把，快速按加。如果是你和我一样，屏幕上显示出的大事件残影，那就是失败的。我们只需要退出背包，取消身上的武器和盾，然后呢，捡取 MSG 大事件和长杆盾，使它们自动装备上。然后呢，我们再次面向魔王，按住 R 键投掷，再按加进入背包，丢弃 MSG 装备另一把，然后呢丢弃长杆盾，再装备另外一个盾，快速按加。可以看到这次呢是没有大事件的残影的，那说明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再丢弃另外一把武器，然后读取前面在倒转乾坤10秒准备好的自动存档。OK， 继承成功。那么以上就是在 1.21、1.20 新版本里获得 MSG 的全部详细流程。如果是你看了这个视频还是不会操作，也可以翻看前面的几期视频。目前已知的全部的方法呢，我都已经列出来分享出来了。接下来短期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和升级了，所以卡 MSG 的主题的视频暂时也就告一段落了。那如果是未来有大的升级和简化呢，我一样还会做视频向大家分享。最后，希望每一个玩家都能够拿到 MSG。那么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评论、收藏。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感谢大家观看。